实就是因为写了说话之道之后，感觉到什么事情都指望你去符合别人的期望，终究有一天会感觉到很吃力。你现在随便问一个人，你人生中最想要回去的一段时光，很多人给不出来。这些对自己的陌生，对自己的疏忽，好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很想要写一个书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传统上我们对于高情商的人的定义是抹煞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人，听起来像在描述东京银座开夜店的妈妈桑，或者是夜店的公关啊。如果有一个人整天都笑嘻嘻的，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恐怖，很虚伪，这完全不是情商该有的样子。所以真正的情商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觉得舒服。林志玲并不是我认为情商最高的，说她就是传统定义当中情商最高的那一种，永远都在微笑温柔待人。我说一个人选大家会觉得很奇特，我会说周杰伦。所以不管他决定结婚，决定要当爸爸，决定要除了做音乐也拍电影，他都有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也都做到了。然后他有情绪啊，他喜怒哀乐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被冒犯，这个在我看情商很高。我觉得志玲跟杰伦刚好是我们对于情商两种不同的定义，很好的一个呈现吧。被老板当众羞辱，我好想死，这是夸大的表达方式。被老板当众羞辱，可是我薪水有拿到，所以没关系，这是正确表达方式。就是情商高的人是在判断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就是钱，只要得到了薪水，他的目标就完成了，然后这情绪就会消失不见。如果有人去工作的时候要的是尊严，我会非常讶异，就是我们在每个人生阶段跟每个人生面向要摸索出那个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昨天孙俪发的朋友圈是她的儿子等等问妈妈说，妹妹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念她，我做了什么事情你就要念我，难道我是你的仇人吗？然后孙俪就大笑说，这个小孩不知道哪里学来仇人两个字。这种对话很有趣，我们等于跟他一起看着他的小孩怎么样在这样的互动中间长大。所以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展示场，可是不是一个面对自我的地方。我的情绪不表达在朋友圈，就是因为我觉得会麻烦到人家。我如果写一个黑底白字的大字写今天很沮丧，我觉得所有朋友就被你逼的必须要来跟你关心说怎么啦，你很打扰别人。我认为朋友圈好像你人生的橱窗一样，你在里面布置了一个你想要让别人看见的自己。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它占掉你太多的心力，因为你最重要的还是面对你自己，而不是面对那个橱窗。如果一辈子过得浑浑沌沌，然后最后连到了退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嘛，他只能够指望儿女得照他们的意思过得好，收入月薪得达到多少钱，婚嫁得嫁给什么样的男人。所以爸爸妈妈费尽千辛万苦帮小孩准备一个房子，使得小孩自己也觉得我将来要为我的小孩准备一个房子。这是什么？这是房子游戏吗？你如果不勇敢地探索自己的话，你会不断地陷入这个可怕的循环当中，只是一个虚幻的房子，然后要你压进30-40年的人生去为了换一个最后不一定值得的东西。觉得很多事情应该与不应该全部是道听途说，别人设定的应该是你永远做不完的，你要拒绝其中的一些应该。老娘不甩这一套。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可是你看看张爱玲的人生过成什么样子。像小 S 她是短发美女啊，她姐姐大 S 是长发美女，可能就会有人跟她说你永远接不到洗发精的广告，结果 S 也接到了洗发精广告。那个应该就是你在盲目的相信它的时候它好像存在，你一旦不相信它它就不存在。探索自己其实很有趣也很累，搞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情比去跟那些朋友喝酒唱歌
要重要的多。我们人就这么有限的心力，你一定要把它专注的拿去用在你最在乎的事情上。很不好意思的讲，写书本来应该是我一直的重点，所以接下来希望写奇幻故事。我觉得中文世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给奇幻故事，打造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